雾锁伦敦夜色深，魔影幢幢爪似金，红眸喷火惊归梦，百载奇谈震人心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1837年，伦敦街头流传着一个诡异的传言，一个能越过7米高墙的黑影，正在这座城市的暗巷中游荡。它拥有冰冷的铁爪，眼睛像燃烧的火球，还能从口中喷出蓝色火焰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它专门袭击落单的年轻女性，却从不杀人。警方无可奈何，媒体疯狂报道，整个英国陷入恐慌。有人说它是贵族的恶作剧，有人说它是某个秘密实验的产物，甚至有人相信它根本就不是人类。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个神秘人物竟成为了现代超级英雄的最早原型之一，这就是弹簧腿杰克的传说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惊天秘密。1837年，秋风萧瑟的伦敦，刚进入维多利亚时代的这座城市，正迎接着科学和理性新思潮的兴起。然而，正是在这种现代化的气氛中，一个不速之客悄然造访了这座繁华都市。他没有带来血腥杀戮，却用一种诡异的方式让整个伦敦陷入恐慌。这个神秘人物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弹簧腿杰克。最初只是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，人们谈论着一个能轻松越过围墙和屋顶的黑影，在夜晚悄悄游走。最开始，大家将这些流言视为无稽之谈，认为他们不过是神经质的幻想，或是父母吓唬孩子的故事。但随着一连串事件的发生，这些传言开始变得真实和令人不安。1837年9月末，一名商人深夜回家的途中，经过巴恩斯公墓时，突然遇到了一名身影。这个身影从高高的围墙上一跃而下，稳稳地落在商人面前。商人惊恐万状，描述了这个恶魔般的男人：强壮的身躯，尖尖的耳朵，突出的眼睛，眼中闪烁着诡异的光。尽管商人未受伤害，但这个目击事件在人们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安。随后，年轻的波利亚当斯在布莱克西斯遭到袭击，袭击者的身形与商人的描述惊人相似。这名怪异的身影撕裂了波利的衣服，使用一双铁甲般的手指抓伤了他的腹部。虽然他的朋友们成功逃脱，但波利成为了第一个真正的受害者。不久后，类似的事件接二连三发生。女仆玛丽·史蒂文斯在克拉珀姆工地遭遇了袭击，她描述袭击者为一个阴森可怕的身影，冰冷黏糊的手像尸体一样在她身上抓挠。玛丽的尖叫声引起了路人的注意，袭击者随即逃离现场。媒体迅速开始报道这些离奇的事件，公众对于弹簧腿杰克的恐惧情绪日益升温。这些事件迅速登上各大报纸头条，弹簧腿杰克这个令人胆寒的称号由此诞生。1838年初，伦敦市长约翰·考恩爵士收到投诉信，暗示这可能是富家子弟的恶作剧。然而，两起更为骇人的袭击事件随即发生。受害者简·阿尔索普和露西斯·凯尔斯的遭遇不仅证实了弹簧腿杰克的存在，更将这座城市的恐慌推向顶峰。就这样，一个都市恐怖传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悄然成型。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街头巷尾中诞生的恐怖传说，很快就超越了城市的界限，蔓延至整个英格兰乃至苏格兰。弹簧腿杰克的形象在无数次的口耳相传中不断发酵，从一个模糊的夜行怪物逐渐演变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都市传说。当时的媒体推波助澜，不断报道各种目击事件，有些报社甚至开始杜撰故事以吸引读者。在公众的想象中，弹簧腿杰克拥有着令人匪夷所思的能力，他不仅能轻松越过高墙，还能喷射蓝白色火焰，随意消失在夜色中。有人说他穿着紧身油布衣，戴着金属头盔，眼睛如同燃烧的火球；也有人称他披着黑色斗篷，身形诡异如鬼魅。与此同时，
关于杰克真实身份的猜测也如同野火一般蔓延开来。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指向了一位名叫亨利·德拉珀尔贝雷斯福德的爱尔兰贵族沃特福德侯爵。这位疯狂的侯爵以怪异的突眼和反社会行为闻名，经常出现在案发地点附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人认为他是伪装的罪犯、秘密组织成员，甚至是来自异世界的生物。甚至有目击者声称，曾在袭击现场看到侯爵衣服上绣着的金色 W 字样，令这种猜测更加具有说服力。弹簧腿杰克的传说不仅仅局限于街头流言，还成了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重要素材。各种以他为主题的戏剧、小说和恐怖故事层出不穷，每一部作品都在不断塑造这个形象。有时他是邪恶的化身，有时又是伸张正义的英雄。这些作品不仅满足了人们对刺激与恐怖的渴望，也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对未知和黑暗的深深焦虑。弹簧腿杰克的传说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浓雾，充满了神秘与疑云。但随着研究的深入，这个扑朔迷离的故事逐渐露出了真相的曙光。研究者麦克达什深入调查后发现，许多流传甚广的故事，例如波利亚当斯的袭击和玛利亚亚当斯的谋杀，实际上是作家彼得海宁为了吸引眼球而编造的伪民俗。然而，并非所有事件都是虚构的。简·阿尔索普和露西斯·凯尔斯遭遇会喷火的怪人的描述就得到了广泛认可。这些案件有明确的时间、地点和受害者证词，难以全盘否定。但即便是真实事件，也难免在流传过程中被夸大和扭曲。受害者在惊恐中的记忆可能失真，加上媒体渲染和公众想象，使得真相更加扑朔迷离。关于沃特福德侯爵的嫌疑也一直备受争议，尽管他古怪的行为和与受害者之间的联系令人生疑，但缺乏确凿证据将他与弹簧腿杰克一一对号入座。更可能的是，他只是众多模仿者中的一员，或仅仅是人们想象中的替罪羊。更有趣的是，一些目击事件最终被证实只是误会，比如1877年在内瑟顿的事件，实际上只是跳跃冠军约瑟夫·达比的夜间训练。弹簧腿杰克传说的价值并不在于分清真假，而是他所折射的维多利亚时代集体焦虑。在那个科技迅速发展、社会变革剧烈的时代，人们对未知和不可控的力量充满了恐惧。杰克的形象恰好成了这一恐惧的象征。虽然最后一次确切的目击记录停留在1904年的利物浦，但弹簧腿杰克的传说并未就此终结。相反，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恐怖传说在现代流行文化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，成为了一个超越时空的文化符号。它的形象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不断被重新诠释。在蒸汽朋克小说中，它有时是一个拥有先进科技的神秘反派，穿梭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雾霾街头。在漫画书里，他可能成为一个拥有超能力的义警，暗中守护城市的安全。在 BBC 的犯罪剧《路德》中，他甚至被用作连环杀手的代号，为剧情增添了更多悬疑与惊悚的气氛。从电子游戏到音乐作品，从绘画到文学创作，弹簧腿杰克的身份和能力在不同作品中呈现出丰富的变化。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说之所以能历久弥新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完美诠释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精神。它的形象既体现了科技进步，那不可思议的跳跃能力和喷火技能，又反映了人们对未知的恐惧。而这种对神秘未知的向往和恐惧，即使在当今科技发达的时代依然存在。弹簧腿杰克身份的谜团，他来自何方又去向何处的疑问，不断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恐怖传说最终超越了简单的怪谈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弹簧腿杰克这个源自维多利亚时代的恶魔，最终成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，见证了人类对未知的永恒追寻与想象。